起来！今天到不了驿站，谁也别想吃东西。祖母，我背你。放下！不放！孙儿就是爬，也把您背到驿站。祖母，祖母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！闭嘴！祖母，老太君！老太君，您醒了。今儿什么日子？腊月12，哪一年？承熙10年啊！老太君，您这是烧糊涂了。赵嬷嬷，老奴在。裴彦慈在哪儿？大少爷昨日去了城外庄子，说是查账。查账？他是去见苏清婉。老太君，您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3天后他会跪在太和殿外求圣上收回赐婚。这怎么可能？可能，还会因此把裴家300口送上流放路。您病还没好，我死过一次了，这点风寒算什么？更衣。裴承安，老奴在。府里有多少产业交给裴彦实管？京郊3处庄子，城中2间铺子，还有1处粮行的分红。今日全部收回。老太君，大少爷那边不用交代，我的产业我收回来，需要向孙子请示。老奴不敢。今晚账册送寿安堂，缺1本，你自己去祠堂领家法。大房月银减半，2房照旧。连大少爷也，尤其是他。景航，留下。祖母，明日起搬到寿安堂旁边的小书房，周夫子会来教你。周翰林，贤先生太好。不是，孙儿只是不明白。从前我眼瞎，把好东西都堆给一个不懂珍惜的人。从今日起，我把眼睛擦亮。祖母，大哥若知道，会不高兴。他高不高兴不重要，你只回答我一件事：裴家若有一天要靠你撑，你敢不敢撑？孙儿不敢说能，但只要祖母让我站出来，孙儿不会退。好，记住你这句话。母亲，慈哥在外应酬多，您突然减他月金，他怎么见人？见谁？说名字。就是一些同僚。城外庄子上的苏清玉，也算同僚？母亲，您听谁胡说的？苏姑娘救过慈哥的命，他们只是让一个有皇家赐婚的世子，在外面养女人养了半年。慈哥重情，他说苏姑娘孤苦无依，所以清河郡主就活该受辱，圣上的赐婚就可以当废纸。母亲，孩子还年轻，您给他一点时间。我给过。最后3天，腊月15之前，让他断了苏青鸟，安安稳稳准备婚事。若是他不肯呢？那我就当没生过这个孙子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祖母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你养着苏姑娘，还知道你想退婚。慈哥儿，你告诉娘，你不会真去宫里吧？我已经决定了。你疯了！那是圣上赐婚。清河郡主连见都没见过我，他要的也不过是宁远侯府世子这个名头。青衣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负他。燕池，要不算了，我不想你为了我和家里闹成这样。你又来了。当初山匪刀下，要不是你替我挡那一下，我早死了。如今要我为了富贵把你丢掉。可你祖母说，你若敢退婚，她就把你从族谱上划掉。祖母最疼我，她说的是气话。她这次不像说气话。燕慈，别带我回侯府。为什么？明日我带你回去，我要让祖金亲眼看看，你不是他想的那种人。祖母，孙儿带清渊回来是想把话说清楚。说，清渊救过我，医术高明，品行善良，孙儿想娶她。做妾？不是。那就是退表清河郡主。
慈歌儿，我不能骗郡主一辈子，也不能负青樱。好，祖母，您答应了。你想退，我不拦。多谢祖母成全。别急着谢，我有一个条件。祖母请说。从今日起，你的名字从裴家族谱上除掉。什么？你不是要自由吗？我给你。姓氏、世子位、侯府产业、人脉、俸禄，你一样别带。祖母，狄岗孙该把全家300口的脑袋放在心上，不是放在一个女人裙摆下面。您可以骂我，不能羞辱青衣。我还没开始问他。苏姑娘，你师承何人？南疆孟玄一。何时拜师？幼时。师门在何处？师父云游四海，没有固定山身。孟玄一15年前就死了。祖母怎么会知道？我一个80岁的老太婆都知道。你口口声声要为他舍弃全族，却连他师父死了15年都不知道。苏青英，我给你3天，师承凭证、过往住址、在京银钱来源都拿出来。查得清，我认你是个清号人；查不清，你离侯府远一点。老太君，民女身世坎坷，有些事不能说。不能说，就别让裴家替你承担后果。祖母根本不是想查，她就是不肯接受青瑶。我接受不接受不重要，圣上接不接受才重要。明日我就去太和殿，把话说清楚。四哥儿，你敢去，我就敢在你踏进宫门之前，把族族文书递到圣上案台。祖母在逼我。错，我在救裴家。孙儿不信您真舍得，那就赌。老太君，您真的要把大少爷逐出去？族老的印章都盖齐了，裴承安跑了一整日，齐了。好，可大少爷是您一手带大的。嬷嬷，你若见过300口人带着枷锁走在雪里，就不会问这句话。一个孙子和全族300口，只能选一个。我不选错第2次，天亮前被叫。是。大少爷，老太君交代今日不让您让开。您若真去宫里，从小到大了，祖母吓过我多少次，哪次真罚过我？燕慈，我还是觉得不安。等我回来，今日之后，我就能堂堂正正娶你。若圣上震怒呢？我一人承担。皇家之怒，哪有一人承担这么简单？青瑶，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怕这些了？我怕你后悔。绝不。老太君，大少爷骑马往皇宫去了。轿子呢？已经备好了，您才退烧，宫门时间又那么长。爬，我也要爬在他前头。宁远侯府世子裴彦慈有本面甚。裴世子稍后。祖母，宁远侯府沈云虚请见圣上。祖母，您何必把事情闹到御前？这句话，你问自己。我只是求一桩婚事自由。拿300口人的命换，你的自由真贵。孙儿愿领罚。哼，你领得起吗？圣上宣宁远侯府老太君觐见，裴世子的折子先留下后旨。老太君，听说您风寒未愈，快起来。老身不敢，老身有罪。何罪？嫡孙裴耀慈忤逆家训，意图违抗圣意，老身已于昨夜将其逐出宗族，除出世子身份，另请立二孙裴景恒为世子。所有族老印针俱全，请陛下降罪。你可知裴彦慈今王也递了折子？老身猜得到，他要退朕赐给清河的婚，所以老身先来。他今日所言，只代表一个被逐出裴家的人。宁远侯府不敢欺君，更不敢辱没天家。为了保侯府，你舍得嫡长孙？臣父先是裴家主母，后才是他的祖母。若他日后怨你，让他怨。
总好过全家陪他死。老太君，起来！朕让你起来。裴彦慈的折子，朕压下，逐族一事准礼部备案。至于裴景恒，明日让他进宫，朕亲自考考。谢陛下。老太君，你今日若晚来半个时辰，宁远侯府会是什么结果？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所以朕更想知道，你为什么像提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样？老身活了80年，人心看得多了，蠢事也见得多了，自己的孙子是什么性子，总该看明白一次。回去养病吧，裴家有你，朕暂且放心。祖母，圣上怎么说？你的折子压下了，我的折子准了。您的什么折子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宁远侯府世子，也不再裴家族谱。祖母，你说我不舍得，现在信了？母亲，母亲，你不能这样！自个儿是嫡长孙，是先侯爷最看重的孩子。让开！您从小最疼他，他不过是一时糊涂，您怎么能把他从族谱上划掉？一时糊涂，能糊涂到太和殿去？我不知道他真的会去。父亲要住子半年，你知道吗？你替他瞒我，你敢？可他去退婚不告诉你，你又说不知道。王氏，你这个母亲当得真省事。母亲，我错了，您罚我，把我赶去庄子都行，求您把慈哥儿留下。他自己选的路。那正院呢？为什么连正院也要收走？明日裴景涵入宫考量，若陛下准他承袭世子，他就搬正院。你要让一个二房庶子踩在慈哥儿头上？再让我听见庶子2个字，我连你东跨院的门都封了。裴家看的是担当，不是从哪个肚子里出来。回去收拾东西。祖母，门坏了，从你私房里赔。我已经没有私房了。那就记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大哥，别叫我大哥！是不是你在祖母面前说了什么？没有，我才刚被逐族，你就坐到祖母身边了。裴景恒，你藏得真深。我今日若说世子为我不要，大哥就能不去退婚吗？松手！1、2。祖母从前最偏心我，如今变得真快。我偏心你23年，偏到差点把裴家偏没了。你6岁开蒙，我请的是当朝大儒；12岁学骑射，我请沈家军老校尉；16岁入国子监，是我舍着老脸求的人情。你父亲还在的时候，我就为你请封世子。你告诉我，我少给了你什么？所以我连自己想娶谁都不能选。能脱掉裴家的身份，随你选。您就认定青鱼会害裴家？我认定的是你没资格拿全家的命替他做担保。他不是坏人。那他的钱从哪儿来？城西读院1年租金多少？他一个坐堂大夫1月赚几两？他首饰衣裳从哪儿来？你问过吗？我给过他银子。他认识你之前呢？你连这些都没问过，就敢说了解他？拿走。祖母，您真的不要我了？不是我不要你，是你先不要这个家的。从侯府大门出去，你去哪儿我不拦。以后吃苦别回来怪裴家没给过你路。好，孙儿记住了。祖母，坐下。您难受吗？难受也得做。一个长家人若只挑不难受的事做，这个家早晚完。把刚才被他打断的文章写完。是。你回来了。他真把你逐了？从今日起，我不是世子，也不姓裴。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愿意跟我吗？青瑶，我若在意你的身份，当初就不会救你。你这篇编务论写得不像19岁的人。接下来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边详罪迹层层结流，若让你查一处军仓，
发现主官是你裴家姻亲，你查不查？若老太君让你别查，祖母不会。朕问如果，那臣会先问祖母理由。若祖母只是护短，臣仍会查，查完再回府领家法。你倒不怕挨打？怕，但怕也不能不查。宁远侯世子之位，朕准你承袭。谢陛下。赐婚之事，陛下，臣妹有一句话，说。先前赐的是宁远侯府世子，如今世子换了人，臣妹不愿女儿再受一次委屈，总得让两个孩子先见一面。准。臣失礼。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就先认错？能在宫中不带宫牌自由走动，又让内侍远远跟着的年轻女子不多。所以，郡主安好。你比你大哥会说话，怎么不能提？能，只是大哥做错事，与郡主无关。郡主受了委屈，裴家欠您一句歉。你不用替他道歉。我如今是世子，裴家的事我该担。那若圣上把婚事改赐给你，你愿意吗？别说全凭长辈做主，我最烦这句话。臣愿意先认识郡主，再谈婚事。还算诚实，石青色挺适合你。赵兄，裴公子，有事？从前你我常在此处饮酒，我今日手头有些紧，先借50两，月后便还。不是不借，只是我夫人管钱，最近家里也紧。上个月你输了300两，是我替你平的账。那时你是侯府世子，咱们兄弟间不分这些。如今你已经被逐族，我要是再跟你来往，家父会打断我的腿。客官要进去吗？不必。你吃。我不饿。这几日你都说不饿。驿馆还有工钱，我明日去取。谁？可能是驿馆药童，我出去看看。陈管事，世子被逐了。我知道。侯府没有被牵连，圣上甚至准了新世子。你的任务失败。沈云舒突然插手，我没料到。国公爷也没料到，所以上个月最后一笔银子，就是最后一笔。当初你们答应，只要我把裴燕慈送上退婚这条路，就告诉我杀师傅的人是谁。你不是已经知道与程家有关了吗？是你们的人杀的。有些话别问得太明白，把孟神医留下的东西交出来，国公爷或许还能给你一条活路。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15年了，你真以为大家都傻？3日，把东西送到城北钱庄，否则你和屋里那个废人一起消失。二少爷，如今该叫世子了，陛下已准承袭，长公主也没有反对婚事。好。还有大少爷城南借银碰了壁，跟他来往的几家都避着，让人别去帮。真不管，饿不死就行。他得亲自尝尝，别人敬的是宁远侯府，还是他裴燕禅？苏清莹呢？他今日夜里见了一个人，我们的人不敢靠太近，只看见那人进了城北承继钱庄的后门。承继？是。查，我要知道那间钱庄真正的东家是谁。祖母，衣裳合身吗？太贵重，孙儿有些不习惯。穿几日就习惯了，位置也是。孙儿怕做不好。怕，说明你知道这个位置有多重，比不怕强。老太君，城北钱庄查到了，表面东家姓孙，可后院账房用的是程家的人。去年修缮钱庄的银子也是安国公府账上出的。安国公府？苏清霄每月初5都从这间钱庄拿银子，少爷认识他之前就已经开始领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不是因为大哥才有钱，他本来就在替程家做事。继续说。查账的伙计昨夜差点被人推下河，幸好他会水，我们的人已经把他藏起来了。有人开始灭口，就说明我们摸到尾巴了。祖母，程家为什么要对侯府下手？这个问题先别问为什么，问谁活力。侯府若因欺君获罪，武勋一脉少了领头的人，安国公在朝中就少了最大掣肘。不错，可这只是猜测，所以我要证据。派最稳的人去南疆查孟玄一怎么死的，查苏清幽是不是他的弟子，查他15年前到底经历过什么。南疆来回至少1个月，1个月我等得起，程家等不等得起就不知道了。昨日见过裴景恒偶遇，觉得如何？比裴燕慈顺眼。只是顺眼，本宫只怕你觉得是人家不要你才换了弟弟来接。我若因为裴燕慈缺婚，就觉得自己被毁了，才真是看清自己。那裴景恒呢？裴景恒至少知道替家里担责任，他见我第一句话不是解释，不是讨好，是道歉。所以若一定要嫁宁远侯府，我愿意再看看他。你父皇也是这个意思，那就看他值不值得。哪来的？
把玉佩当了。那是你父亲留给你的。人都快吃不上饭了，留块玉有什么用？明日我去找份事做。你会做什么？教书、抄书、替人写信，总能活。你不恨老太君？恨。若有人能帮你夺回世子位呢？我不想靠外人夺自家人的东西。景恒若真能坐稳，是他的本事。我只是不服祖母这样对我，不代表我要毁侯府。清渊，你是不是有事瞒我？没有。你最近总做梦，还总往窗外看。只是怕老太君找人对付我。祖母不会暗地杀人。你还信他？我可以怨他，但我知道他是什么人。南疆的人找到了孟玄一当年的药童，活着， 60多岁，证词已经画押。苏清莹真是孟玄一弟子？是，孟玄一收过3个徒弟，二弟子就是他。怎么死的？15年前，夜里有人闯进住处翻找东西，孟玄一护着苏清微逃走，中毒箭，3日后死于山洞。找什么？一张解毒方。什么毒？药童只知道孟玄一研究多年，说那毒极难察觉，解放和救人性命，具体名字他不知。药方可能在苏清微手里。不是可能，若程家15年都在找他，他手里一定有东西。还有一件事，南疆那边的人回城途中遇袭，护卫死了一个，证词差点被抢。又是灭口。程家急了，一个80岁的老太婆查到了南疆，是属下失察。苏清幽手里的东西还没拿到，他要死没有。孟玄一临死前只带他逃，东西盯着他的人不少。要不要直接抓？再给他一次机会，3日内不交，人和药方一起烧。你在藏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那是什么？师父遗物。能让我看吗？不能，燕池，每个人都有不能说的过去。我把世子位、家族前程都压在你身上了，到现在你还不能信我？正因为你为我失去太多，我才不敢再拖你进去。拖我进什么？趴下！谁？别跟他们废话，拿到玉牌要紧。燕慈，他们不是冲我来的。苏清瑶，你到底是谁？说吧。有些事你知道了会死。我刚才差点已经死了。你师父、玉牌追杀你的人，至少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杀你。为了师父留下的一张药方。什么药方？解毒。谁要？别问。是不是跟侯府有关？我祖母查你，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？燕慈，回答我。我现在不能。找真相。你去哪儿？别回侯府。为什么？以前我觉得祖母什么都错，你什么都对。现在我第一次不知道该信谁。世子最近很爱往太医院跑。郡主怎么在这儿？给皇祖母取安神方。你呢？请教养生。19岁就开始养生。祖母说，活得久也是本事。你撒谎的时候，右手会捏袖口。果然有事。郡主，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。那我不问。世子不是来问养生的吧？晚辈想请教一种脉象。初期乏力，偶有心悸，3年之后气血日衰，寻常补药无效。你在哪里见到的？只是读书见到。哪本书？没有书，是晚辈胡乱推演。年轻人有些病不能胡乱推演，若真有人得了呢？那像慢毒。什么毒？不知道。当年什么？老夫什么都没说，世子请回。多谢顾老，您今日没说的话，晚辈已经听懂了。祖母，圣上3年前确实有人怀疑中过慢毒。顾太医亲口只说到像慢毒，不敢再说。够了。程家为什么要毒圣上？太后可是程林渊的亲姐姐。圣上只有一个8岁皇子，圣上一死，幼帝继位，
太后临朝，国就摄政。他们想要的不是侯府，侯府只是挡路的石头。这已经是谋逆。所以我们现在每走一步，都可能死人。祖母，孙儿不怕。我怕，怕才要更稳。我们缺最后一件东西，能证明圣上中什么毒的实证。苏清渊的药方。对，终于说到点子上，把消息放出去。什么消息？说宁远侯府新世子近来身体不适，尤其御寒心境，疑似中毒，遍寻解毒名医。调他来。民女见过世子。苏姑娘请坐。过去的事是民女给侯府添了麻烦，今日来不求原谅，只想替世子诊脉。苏姑娘不怕我祖母知道？若老太君真想杀民女，民女活不到今天。请。世子脉象并无大碍，外面都说我中了毒，世子自己信吗？我只信大夫说的话。那民女可以告诉世子，您没中毒。苏姑娘比我想的诚实。那世子找民女来，到底想问什么？不是我找你，是你自己递的帖子。你为什么来？我需要一个活路。裴家不是善道。我有能换活路的东西。什么？现在不能说。那就等你能说的时候再来。世子不问。主动送上门的筹码，问得越急越贵。这就是你说的请我吃桂花糕。郡主怎么来了？周夫子说你今日出城，出门办事，我正好路过。周夫子连这个也告诉你？重点不是这个，刚才那位是苏清淤，你若不方便说，我不问。郡主不生气？我当然讨厌他，但讨厌一个人不等于看见他就失去脑子。笑什么？祖母若听见这句话，会很喜欢你。谁要他喜欢？桂花糕欠着，记着。承继钱庄，半年，每月50两。认识我之前就开始了。你翻我东西？它掉在地上。还给我！谁给你的钱？跟你无关。我为了你被逐出家门，现在你告诉我跟我无关？我求过你别退婚。你一边求我，一边每次在我说清河郡主时哭。你知道我最怕欠人情，知道我最吃哪一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忽然发现，祖母问的每一个问题我都回答不了。我再问最后一次，程家为什么给你钱？好，我明白了。燕子，你不用说，我自己去查。第一次见面，他承认需要活路，却不肯亮筹码，说明他还觉得自己值钱。接下来第3次见他，把这张纸放桌上。若他愿意帮我们，害裴家是真，被程家利用也是真，功过分开算。15年，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件事。世子在查我师父。苏姑娘看错了。我没看错。那又如何？你们是不是查到程家？世子，若你真的要对付程家，我可以帮你。凭什么？凭程家找了15年都没找到的东西。你不想知道是什么？想。明日同一时辰，到时候带上你愿意拿出来的诚意。老太君，坐。我问你答，敢骗一句，交易取消。是。程家什么时候找上你？2年前。让你做什么？接近裴彦思，让他对我动情，再逼他退婚。你知道裴家会有什么下场？回答。知道。300口流放，老弱死在路上。你知道还是做了？程家告诉我，只要完成这件事，就给我师父当年被害的证据。我找了15。所以别人的300条命可以拿来换你的仇。民女无话可辩。第2问，玉牌呢？别装。孟玄义用命护住的东西，这是解石骨的方子。石骨是什么？无色无味，可溶汤水。初期只是乏力心悸，3年后逐渐伤及五脏，若不解，5到7年必死。3年前开始发作的人，你能不能诊出来？只要让我把脉，再看舌下与指甲，我能确认8成。若给你毒样呢？10成。好，您不要，先拿着。老太君想让我做什么？
给圣上诊脉。圣上，怕？若真是程家下的毒，我一开口，他们会杀我。你不开口，他们一样会杀你。交出药方，出面作证。程家倒，我保你一条命，允许你离京。你欠裴家的债不用命还，但从此别再靠近裴燕池。如果燕池愿意，那也不行。为什么？他已经为你死过一次脑子，不能再死第二次。好，我答应。这一册200文，昨日不是300文？昨日你还是头一回来，今日城里都知道你是谁了。您从前是侯府世子，我不敢得罪。如今您和侯府闹翻，您不生气？掌柜，我问你件事儿，去年5月那场春猎，谁组的局？这我哪知道？你弟弟在兵部做书吏，他跟我去过。我不是来找麻烦，我只想知道那场春猎为什么临时改道去了南山。原本定的是北苑，是安国公府程三公子说北苑猎物少，非要改南山。程三？对，后来您不是在南山遇险，还被苏姑娘救了吗？裴公子，我早不在侯府当差了，您找我做什么？去年春猎，我那匹马为什么突然惊了？老周，我从前待你不薄，就是因为公子待我不薄，我才劝您别查。有人动过马？谁？出发前一夜，有个安国公府的小厮来说程三公子要和您换马，我没答应。后来我去取草料，回来时见他从马厩后门出去。为什么从没告诉我？第二天您出了事儿，苏姑娘又救了您，所有人都说是意外。我一个马夫，他要安国公府，所以我和苏青瑜第一次遇见，也可能不是偶然。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什么？去年春猎是程三公子临时改的地点，我的马也被程家人动过，你早就知道？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更好在南山？我那时在山里采药。燕晨，我第一次救你，真的不是安排。后面呢？第一次是真的，所以后来所有假的我都信了。你每次说不求名分，我就更愧疚；每次劝我别退婚，我反而觉得你受了天大委屈。你根本不需要逼我，你只要让我觉得是我自己选的就够了。我没有算到每一步。可程家算到了。我要知道他们还想做什么。我不能告诉你，因为会连累我，因为会连累整个侯府。我早就连累过一次了。大哥今天去找了当年春猎的马夫，他自己查的？是，还去了书铺和旧马场。大少爷总算知道动脑子了。晚了23年，也不算完全没救。祖母，要不要让裴承安的人帮他？不要，这条路得他自己走。别人把答案塞到他手里，他只会觉得自己倒霉，自己一处处查出来，他才知道当初有多蠢。但派人远远护着，别让程家把他弄死。老太君嘴上说不管，护卫倒一个不少。你话多了。见过夫人。郡主，听说老太君风寒刚好，我来送2只老参。若不是你这桩赐婚，我儿也不会被逐出家门。夫人的意思是我逼裴燕辞去太和殿退婚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圣上逼他？也不是。既不是我，也不是圣上，那就是他自己。我差点当众被退婚，若要怨，也该是我怨他。夫人却先怨到我头上，未免有趣。说得好。母亲，回东跨院。老太君，我是不是说中了？你若连这点话都不敢说，日后嫁进来才叫受气。进去喝茶。堂堂世子亲自端茶。祖母说，欠人的东西要自己还。还记得。我忽然觉得这里有点挤，老奴也觉得。老太君是在给我们留地方。可能是。那你坐那么远干什么？你最近是不是在查陛下3年前的旧病？我没偷听。你去了太医院4次，顾太医又突然回京，我猜得到。郡主，知道太多会危险。我父皇若真被人害，我凭什么不能知道？你可以不告诉我细节，但若需要宫里的旧物、旧方、旧旨手册，我能帮。为什么帮我？不是帮你，是帮我父皇，顺便帮你一点。郡主，承熙7年的汤药抵当在这里。3月初8、3月15、4月初2，为什么每次陛下不前一日都有安神露入御书房？安神露是太后赐的，先从慈宁宫送来，再由御膳房兑入汤中。谁负责送？当时是慈宁宫的春之谷。人还在，3年前就病退回乡了。奇怪，奴婢查查。青州临河县。3年前，陛下每次发病前都有慈宁宫送来的安神露，负责送的人叫春枝，后来突然病退。人在哪儿？籍贯写青州临河县，但我已经让人查过，
那里根本没有他的户籍。贾琦，郡主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太后宫里有人专门为这件事安排了一个不存在的人。怕吗？怕。怕还查？您80岁都敢查，我17岁总不能只会躲。景恒在。这媳妇我先替你认了。裴景玄如今到处找大夫，你有机会进他身边。这是什么？让人3日高热，7日虚弱的药，死不了。你想让我给他下毒，再去救他？聪明，你救了新世子，就能重新进侯府。然后呢？找机会拿到侯府查程家的证据，毁掉。我不做。你没有资格拒绝。裴彦慈今日去了旧马场，他查得很勤。一个被逐族的废世子死在城外，应该不会有人太在意。别动他。那就照做。苏姑娘今日脸色不好，昨夜没睡。有人找你。别紧张，只是随口问。你不是说有东西能换活路？世子愿意护我，先看你值不值得。什么？程家让我放进你的茶里，不会死，只会高热。等你病重，我再出现救你，这样我就能进侯府。你为什么告诉我？因为他们拿裴彦谈威胁我。所以你心疼他？我欠他。你欠的不只是他。我知道。程家让你拿什么？侯府查他们的证据。还有我师父的东西。别问，现在我还不能给你。确实不致命，但用量大了会损心脉。程家连新世子也想动。苏清渊主动交出来，说明他开始倒向我们。不够。祖母还是不信他。信一个人，不看他做对一次，看他在最危险的时候站哪边。怎么是？放消息，就说他已经把孟玄一的遗物交给侯府。程家会杀他，所以先把人换走。换走？明日让苏清玄照常回住处。抓灭口的人，我要活口。床上有人，先杀，再找玉牌。假的！拿下！灵活口！别追太远，看住这个。带回去。叫什么？程家死士。你不说也行。牌子是真的，昨夜去苏清渊住处也是真的。一块牌子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不了多少，所以我不打算拿你去告状。放了。祖母，告诉程林渊，我手里什么都没有，苏清渊也没交药方。怎么不想走？祖母为什么放？因为死人不会报信，活人会。您是要让程家以为我们还没拿到关键证？我们越想查不到，他越敢继续动。可放走一个杀手太可惜。他身上的程牌太明显，像故意留给人抓的。真送到大理寺，程林渊一句令牌遗失，什么都推得干净。那我们真正要等什么？等他动宫里那条线。程家若真在给圣上下毒，知道我们查到漫毒后，一定会怕。越怕越可能加快下手。拿圣上的命做饵，太危险。所以今日你就去见周夫子，只说一句，请陛下从现在开始不入口任何慈宁宫送来的汤药。是。老太君说他手里什么都没有。他真这么说？是，还说苏清瑶没交药方。国公爷，这老太婆会不会故意诈我们？他当然在诈。
可他若真拿到药方，早该进宫了。我们还有时间？没有。皇帝最近召见裴景恒的次数变多，周老头也开始往宫里跑。再拖，迟早出事。那宫里，让春枝那条线加亮，一次加太多会被太医看出来。人死了，看出来又如何？如何？陛下今日脉象比上月更虚，像不像3年前你说的那个毒？朕记得。臣当年只是怀疑，没有证据。现在呢？臣仍不敢断言，但若真是慢毒，近日像是有人加了量。刘全，从现在起，朕入口的东西全部留样，慈宁宫送来的一样不许到。遵旨。另外，去宁远侯府传一句话，陛下请示下，告诉老太君，朕等他的答案。老太君，陛下让奴才送一盒点心。陛下还说了什么？都是自己人。陛下说，朕等他的答案，别让朕等太久。陛下身体如何？今日又犯了心悸，顾太医说比上月重。最近喝过什么特别的？慈宁宫前日送了一盅安神汤，陛下只喝半碗，余下已经封存。别倒，已经留着。告诉陛下，2日，2日之内，我给答案。奴才记下了。来笑我，祖母让我告诉你，这2日别出府。又有事，程家可能要动手，需要我做什么？你还不是裴家人，这句不用天天提醒。但你若真想帮，守住母亲和府里的老幼，我们外面若出事，侯府不能乱。你信我？我信祖母还愿意留你在府里。那你呢？我信你肩上那一刀不是假的。好，府里交给我。我想清楚了。说。我替陛下诊脉，交药方，作证。但我有2个条件。你还敢谈条件？民女知道自己没资格，但这2件事做不到，我宁愿死。讲。第一，程家倒后，请允许我亲自去师父坟前告诉他结果。准。第二，别因为我再罚裴延慈，他蠢，是被我骗的。他的账我和他算，轮不到你替他求情。但你放心，我没打算杀他。多谢。先收好。进宫前若有人搜你，什么都别说。是。陛下留下了慈宁宫送来的半碗安神汤，你入宫后先验汤，再诊脉。若汤里真有事故，就不只是推断了。对，人证、物证、毒、药方一次摆齐。你祖母让我约束京郊3营。是。他怕谁调兵？安国公府。程令远敢？若陛下真出了事，他什么都敢。回去告诉你祖母，今夜起3营营门双岗，没有陛下亲笔手谕，连太后的懿旨都调不动一卒。多谢老将军。别谢我，你祖父当年替我挡过3支箭，这点账老夫还得起。沈老将军答应。周夫子呢？明日一早进宫。长公主也会带郡主进宫。祖母，您不一起去？不去，你是世子，该你走到陛下面前，把裴家查到的东西交出去。可这些都是祖母布的局。我能替你布局，不能替你当一辈子世子。别摆这副样子。明日进宫，腰背给我挺直。记住，你不是去告状，是去救君，也是救裴家。孙儿明白。去睡。老太君，明日会赢吗？不知道。可人活着哪有每一步都知道输赢？能做的是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。老奴陪您等。好。苏清瑶昨日去了清风茶楼，见了裴景恒，今日又去了一次，老太君也在。他把东西交了？不确定。不需要确定。今晚人玉牌知道心情的全处理掉。裴景恒也能杀就杀，杀不了就做成劫匪抢财。那裴家必定怀疑。明日之后他们没有机会怀疑。宫里那边该加量了。你又去见景渊了？你跟踪我？
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把我卷进了什么。你现在回去，关门，今晚无论听到什么，都别出来。为什么？程家要杀我。程家给你钱的是安国公府？是。他们让你接近我。说话。是。所以救我也是安排好的。那次不是，山匪是真的，我救你也是真的。后来程家知道你对我上心，才逼我顺势做下去。逼你？你也拿了银子？我想知道师父怎么死的。所以你拿裴家300口换答案？祖母说的对，我蠢得连你师父死了15年都不知道，却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懂你。燕慈，对不起。别叫我。东西交出来。你走，他们找的是我。我不是救你，我只是还没问清楚，程家到底想怎么害裴家。上！燕池，小心右边。裴元琛，裴元琛，住手！拿下！大哥，别叫我大哥，我已经不是裴家人。是不是？当祖母说。景恒，先闭嘴！流了这么多血还说话？让我看看伤口。不用你。回府，先止血。有本事挡刀，没本事看我。祖母来看笑话。你的笑话我看了23年，不差这一回。都知道了？知道一半。哪一半？知道他接近我是程家安排的，知道我差点真把全家送进坟里。还有一半，等你伤好再听。为什么还救我进侯府？你在侯府偏院，不在族谱。别想多。祖母，如果程家真要害裴家，我能做什么？先活着。活着的人才有资格赎罪。景恒，去镇国将军府，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沈老将军。写了什么？让他今夜约束京郊3营，没有圣旨，任何人不得调一兵一卒进城。第2封给周夫子，第3封长公主。祖母想请长公主做什么？什么都不做，只请她明日带清河郡主进宫，向太后请安。若太后真和安国公一条心，郡主进宫反而危险。所以我信的是长公主，不是太后。祖母是在让皇室自己的人亲眼见证。对，外臣告国舅谋逆，最容易变成党争。皇帝的妹妹、恩师、老将都在，谁也别想把真相压回去。你祖母胆子比年轻还大。祖母说，此事若成，裴家欠长公主一个人情；若败，裴家绝不牵连殿下。她想得美！你如今是本宫未来女婿，裴家出事，本宫能独善身身。母亲，怎么，本宫说错了？多谢殿下。别谢，本宫只想知道，谁敢在皇兄眼皮下做这种事？我明日一起进宫。危险！你也去？去。那你有什么资格只让我躲？景恒，你以后会习惯的。老师今日忽然进宫，可是为了裴家？陛下既然知道，老臣就不绕弯。裴景恒最近查得很勤，陛下不拦，说明陛下也想知道。3年前顾太医说朕像中毒，朕查过，什么都没查到。后来连朕自己都觉得
是他多心。若这次真有人能说清楚呢？陛下，宁远侯世子求见，说带了一名南疆医者献方。老臣今日耳没，什么都没听见。宣，你就是孟玄一的弟子？民女苏清渊，叩见陛下。听说你会解毒？略懂。那就看看朕。说。陛下中了蚀骨毒。多久？至少3年。能解？能。家师用一生研制了解方。谁下的？民女不知道宫中是谁动手，但民女知道，蚀骨毒的毒源只有南岭黑皂产。京城唯一长期收购此物的人，是安国公府宁夏庄子。民女2年前被安国公府的人找到，程家以师仇相诱，命民女接近裴彦琛，诱其退婚，借陛下之手除掉宁远侯府。证据都在这里。禁军统领何在？殿外候旨。封安国公府，查城外程家所有庄子，一个人一张纸一只箱子都不准放走。遵旨。你祖母呢？在府中等消息。他倒坐得住。他若坐不住，也活不到80。奉圣上旨意查庄，开门。这里是安国公府私产，没有国公手令，谁敢擅闯？圣旨大，还是国公手令大？小的只认主家。撞门！大人，他们敢射禁军，那就不是普通庄子。拿下！救火！账册一张都不许烧！这是什么？谁都别碰！封箱，送太医院验。拿人试图，不是我，都是国公府让做的。做什么？炼尸骨。每年南疆来一批黑沼藤，送哪儿？有时送国姑府，有时送慈宁宫外库。有账吗？暗账藏在第3排青砖后面。立即800里加急送工。如何？是蚀骨原毒，比民女师傅当年记录的还纯。能证明是同一种？可以。蚀骨与寻常毒不同，遇赤胆草会先黑后红。陛下3前的残存血样，太医院曾以蜡封保存，若还能验，也许能对上。取。同毒。陛下，朕3年前就在喝舅舅送来的毒。
血药多久能配？7味药里，5味宫中就有，另外2味，一味镇国将军府药库可能有，一味需要南疆赤心藤。赤心藤，侯府有。侯府有？祖父当年南征带回过一箱，一直封在侯府药库。裴敬恒与天才的藏药。刘全，立刻跟他回去取。遵旨。找到毒了？找到了，庄子地下全是炼毒的东西，还有暗障。陛下呢？毒已确认，现在缺赤心藤。第3排最上层，紫檀匣。老太君连放哪儿都记得。侯府的东西我不记，等谁替我记？今夜宫里一定乱，守在陛下身边，别让任何人换药。孙儿明白。清河郡主若也在宫里，照看他。这种时候，祖母还说这个？活着回来的人才有资格成亲。谁准禁军封程家的？是陛下亲旨。备轿，哀家去御书房。陛下刚传令，慈宁宫今夜任何人不得出入。连哀家也不许。反了！皇帝为了一个裴家，连亲娘都防。皇祖母，父皇防的不是裴家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母亲让我来陪您。长公主也跟着裴家胡闹。秘密庄子搜出10股毒，毒源账册里还写了慈宁宫。父皇体内验出了同一种毒。你说什么？舅公可能真的在给父皇下毒。不可能！皇祖母愿意赌吗？拿父皇的命赌。皇帝，哀家要见你。那是你亲舅舅，就算他做错事，也该让哀家问一句。母后想问他什么？问他为什么3年前开始给儿子下毒，还是问他为什么等儿子死后准备扶8岁皇子登基？这是他庄子的账。母后认得程家长史的字吧？朕只问母后一件事：程林渊做的这些，母后知不知道？哀家不知道。真的？皇帝，哀家再糊涂，也不会拿亲儿子的命给娘家铺路。从今日起，任何程家人不得见你，你也不要插手此案。你要杀他？国法会告诉母后，留他一命。朕还在解他下的毒，母后却先替他求命。回去。郡主怎么过来了？皇祖母回去了。她知道？看样子真不知道，但她第一反应还是替程林渊求情。亲弟弟，父皇也是他亲儿子。别想了。陛下怎么样？已经服第1剂解药，暂时稳住。真是程家？是。把全部告诉我。祖母说等你伤好。我已经好了。程家2年前找苏清溪，让他接近你，引你退婚，目的不是让你娶她，是让你当着天下人的面打圣上的脸。你一旦以侯府世子身份退掉赐婚，圣上震怒，程家就会在朝中推一把，把世子悖逆变成侯府欺君，然后抄家，至少流放。侯府一倒，武勋一脉失去领头人，等圣上身上的慢毒发作，皇子年幼，程家就有机会摄政。所以我只是他们搬掉侯府的一把刀。是，祖母早就知道，她最初不知道幕后是谁，她只知道你退婚会害死全家，所以先把你逐出去，把你的行为和侯府切开。他真舍得，不舍得也得舍得。我那日还问他，是不是不要我了？祖母回去后整晚没睡，她不让我告诉你。你走的那晚，她一个人在祠堂坐到天亮。四哥，你做什么？母亲，对不起。你跟娘说什么对不起？是娘没本事，没护住你。别再说是祖母害我，是我害了这个家。祖母把我逐出去，是在救你，也是在救我。可是没有可是。以后别去怨郡主，也别怨景寒。若不是他们，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带着枷锁出京了。母亲，我以前错了。
你也别再帮我遮着了，再遮，我就真的废了。都知道了。嗯。你想打我、骂我都可以。我不会打你。我只问一件事：你当初有没有一刻真想过停手？有。什么时候？你第一次跟我说要带我回侯府见老太君的时候，我那晚一夜没睡。我想逃。为什么没走？程家的人盯着我，他们说我若走，就把师父留下的线索永远毁掉。所以你还是选了仇。是。那就这样吧。什么？你帮陛下解毒，替裴家作证，你欠我的那条命当你还了。我为你被逐族，是我自己的蠢，不算在你头上。燕慈。庄子丢了，苏清渊进宫了，皇帝也开始解毒。国公爷，我们得走，西门还有人能接应。走去哪儿？外面到哪儿都有官府的人。那怎么办？把案子搅浑。怎么搅？毒从慈宁宫出去，只要让所有人相信，太后也牵涉其中，皇帝为了皇家颜面，就不会愿意把事情查到底。可太后未必肯。他肯不肯不重要，证据可以替他肯。把这个送进督察院，再让人散消息。太后早知尸骨之毒，是他与娘家共谋。你连太后也要拉下水？我若死，姐姐安稳坐在慈宁宫，又有什么用？外面已经有人说，母后为了扶幼弟，亲自参与毒害皇兄，这是程林渊放的。我知道，可百姓不知道，朝臣也未必都愿意装不知道。若流言坐实，陛下会陷入两难：查太后，伤皇家颜面；不查，程家就能说自己是奉太后之命。所以必须证明母后不知情。怎么证明？找到当年慈宁宫真正传递毒物的人，他若能证明只是借太后名义行事，就能切开太后和程家。春枝。对。可他的籍贯是假的。甲级也是线索，做甲级的人总要经过公祭坊。承熙6年，春枝入慈宁宫，他的验身文书是谁办的？年月久了，小的不记得。文书上有你的压印。郡主饶命！谁让你造假籍？是安国公府长史，他说是太后娘家送来照顾太后的远亲，让小的行个方便。太后亲自见过他入宫文书吗？没有，太后身边人多，只知道新来了个宫女。春枝现在在哪儿？小的听说，她根本没回乡，3年前病退后，被程家安排在京郊尼姑庵。哪座庵？净慈庵。世子，里面有人，救人！我小时候见过他，是春枝。还有气。程家想灭口。你决定去，那就更要让他活。殿下饶命！谁让你给皇兄下毒？奴婢不敢说。昨夜若不是我们，你已经烧死了。你还在替谁守秘密？奴婢的家人都在程家手里。程家已经被禁军围了，你家人叫什么？我现在派人找。真的？只要你说真话。是安国公府长史。他说，陛下用的安神露里加的是强身药，让奴婢每隔10天送1瓶。后来奴婢发现，每次送完，陛下都会病重。奴婢害怕，想停。然后，
他们把奴婢弟弟抓了，逼奴婢继续。太后知不知道？太后不知道。每次安神医都说是安国公府叫进太后的补品，太后只吩咐给陛下也送一份。毒是奴婢在路上加进去的。好，你跟本宫进宫。所以哀家每次说给皇帝也送一份，都成了他们下毒的机会。太后恕罪。你有罪，哀家也有。母后，您只是被利用，被利用就没有罪吗？哀家这些年太护娘家，程家的人出入慈宁宫，从没人敢拦。皇帝为什么查不到？因为所有人看见太后娘家4个字都不敢查。皇祖母，把哀家的凤印拿来。太后，哀家亲自写懿旨，程家谋逆与慈宁宫无关，但哀家纵容娘家失察有罪，从今日起自请禁足，后宫不得再以程家人为亲眷优待。母后，您不必。必须。皇帝不能因为哀家再被程林渊拿捏一次。好。现在程林渊想把太后拖下水，也拖不动了。他最后一条退路没了。祖母，您是不是早猜到他会拿太后做挡箭牌？一个连亲属都敢毒的人，亲姐姐算什么？别学他。人若为了权势，连最亲的人都能当筹码，最后手里不剩任何东西。孙儿记住了。明日朝会上，程林渊一定反咬，所有证词被双份，原件进宫副本留府。是。程家安身边绝路6，越会乱咬。我们要做的是让他每咬一口都咬在铁板上。钱庄账房住哪儿？大理寺正人院东厢，外面2层差役。南疆药童呢？暂住刑部后院。沈老将军借了2个签兵看守。春个正人。长公主夫妇。程立渊只要毁掉一个，会审时就能咬住4个字：死无对阵。祖母，我去正人院。你伤还没好，所以才该我去。程家现在最看不起的人就是我，他们知道我被逐过族，也知道我没有官身，不会防我。你一露面，他们反而知道裴家在护正人，那就让他们知道。吵够了，景恒留府，明早原件由你亲自带进宫，验词去大理寺，但不许逞强。孙儿明白。你不明白，我要的是人活着回来，不是让你拿命证明自己悔过。死得壮烈最容易，真想赎罪，就学会把事情办成，活着把烂摊子收干净才难。孙儿记住了，这是我的世子腰牌，真遇到拦路的，先亮牌，不要先拔刀。你以前不是最怕我碰你的东西？我以前是怕你，现在不怕了。不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大哥知道什么时候该停。等我回来。世子，咱们要一直守在这儿。正门有2层差役，程家灭口不会走这种明路。厨房送水倒夜香，越脏的门越没人盯。跟上。炭还没烧，先给人添点东西。宁远侯府办事，把手离水缸远点。留活口。你不是已经被逐出裴家了吗？消息旧了。先别扑水，立刻去叫仵作和医官来，快跟他走。是。想死？你替他死，他会替你养爹娘吗？水里是断魂散，按案卷记录，此毒会延迟发作，表面与急症暴毙无异。
谁让你们来的？这暗记是程家独有的防伪印记，只有钱庄核心库房才能出具。你不说，这张纸也属伪。是程府二管事，他说让账房明早上不了堂，事成后每户再给500两。画押。大人，我全说，我全说。没事。裴公子，别叫我公子。明日会审，把这份新口供送到裴世子手里。你受伤了？旧伤，裂了一点，不碍事。过来。我昨晚怎么说的？不许丞相。那这是什么？对方先把头，你不会退。他会把毒倒完。下次先喊人。是。人和口供都保住了。大哥，程凌渊明日会翻退婚的旧账，那就让我自己打。如今朕喝一碗药，倒比打仗还麻烦。陛下龙体要紧，再麻烦也值得。第2剂之后，陛下胸闷与夜间骨痛应当会减轻，但持骨潜伏3年，不可能3两日尽清。要多久？至少49日。前7人最险，药量重了伤身，轻了压不住毒。你若解了朕的毒，想要什么？民女只求2件事：第一，请陛下允许民女为师父孟玄一证明；第二，程家伏法后，请准民女离京。不求富贵。民女拿富贵换过一次仇，差点害死300口人，不敢再要。你倒终于知道怕了。民女该怕。陛下，别动，是药力冲毒，脉会先急后缓。陛下，确实在缓。今日3司会审，把药方、脉案、验毒记录一并送去。还有你不是只给裴家作证，你给朕作证。先审宁远侯府旧案，裴彦慈，你曾在腊月15上折请求退掉御赐婚约，可有此事？有。诸位听见了，欺君犯上的人本就是他。侯府如今把罪都推到本宫头上，不过是想洗白自己。我没洗，退婚折子是我写的，宫门是我去的，罪也是我犯的。我当时自以为重情重义，实际愚蠢至极。我愿承担自己该承担的罪责。你已被逐族，圣上也压下折子，并未造成御婚撤销。那是祖母救了我，不代表我没错。既然如此，你今日来作证什么？作证我怎么认识苏清渊，也作证程家的人怎么一步步把我推到太和殿门口。你连自己都承认蠢，记忆可信吗？正因为我蠢，才记得每一次别人替我安排好的巧合。承熙10年春猎，我的马在林中受惊，我摔下山坡，苏清渊恰好出现救我。事后我查过，马鞍内曾被人动了手脚。证据呢？马厩旧役找到了，东西是一个自称程家马商的人交给他的。小的认罪。那人给小的50两，只让我在裴公子的备用鞍上做手脚。他说不会伤人，只让马发燥。小的贪财。你如何确认是程家人？他当时用的腰牌，我后来在程记马行见过一样的。来人还让我把裴公子往西坡那条路引。苏清瑶当日就在西坡下。是。程家提前3日让我守在那里，说裴彦慈会从坡上摔下来，我只需要救活他，让他欠我一条命。一派胡言！还有，大哥认识苏姑娘后，6次与她偶遇，其中4次地点由安国公府门客组织的诗会、马球会或登宴决定。请帖的传递人都已查到，也就是说，从第1次救命开始就是人为安排。是。我以为是天意。男女私情也能算谋逆证据？单独看不能。可你们给苏清瑜钱，控制他师傅旧案线索，安排我坠马制造相遇，最后再催他逼我退掉御婚，每一件都指向同一个结果，让我以宁远侯府世子身份触怒圣上。而侯府一旦获罪，程家掌控的武勋官职名单已经提前拟好。北营副将兵部武选司经仓提举，
这些都是裴家顾修原本占据的位置。名单旁边还有羽任人选，全是程家门生。这份名单成文日期在我大哥弟退婚折子的1个月以前。我刚才说我以为是天意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可笑？可笑，但你现在知道了。以前我最怕别人说我错，总觉得认错就等于输了。现在呢？现在才知道，死不认错才会输到底。祖母听见会高兴，她不会夸我，最多说一句还不算无药可修。景恒，世子为你做的比我好，那你以后就帮我。好。臣以太医院名义核验孟玄一医案中记录的持骨症状与陛下3年前至今的脉案变化完全吻合，秘密庄子搜出的原毒也与陛下封存血样反应一致，3重证据，毒物、脉案、毒源均能对应，你还有何话？本宫只后悔当初挑了你这把不够锋利的刀。若你真在太和殿前闹起来，宁愿侯府早没了。可惜你那个祖母80岁了还比你清醒。怎么不打我？祖母教了我一件事。什么？该你受的，不必我动手，国法会动。程陵渊谋害君上，构陷勋贵，私炼中毒，系意掌控军政要职，证据俱全，案断即刻呈御前。奉旨查封安国公府，请国公交出府印与库房钥匙。本宫要见圣上，圣上有旨，先查后见。账册烧了没有？已经派人去庄子。宫里呢？那边会动手。只要皇帝今晚死，查出什么都没用。站住！给谁的药？回郡主，陛下的补汤。父皇今日已经停了所有旧方，谁让你送？拿下他！母亲，我没事，先别让任何人碰那药。谁让你给陛下送药？是太医院照旧方熬的。太医院今日已停方。奴婢不知道。那药里验出蚀骨毒，你还不说？奴婢冤枉！是宁远侯府的人给了奴婢银子，让奴婢栽赃安国公。谁给的银子？裴承安，侯府管家裴承安。奉旨，请侯府管家裴承安协助查案。理由？宫中涉毒宫女供称，裴管家曾给他银钱。胡说！别吵，人你们带走，但我要你们当场搜身，封存随身物质，免得路上平白多出什么证据。怎么不敢？老太君多虑。我活80年，多虑一点，活得久。景恒，跟去，记住，裴承安今日身上有几两银子，鞋底沾什么泥，袖口有什么线头，都记清。是。就是他，5日前。他在城西给了奴婢300两。老奴5日前一整日都在侯府查年账，20多个账房都能作证。你夜里出来的。5日前夜里，城西坊门因大雪提前关闭，你一个宫女如何出宫？裴承安又如何进封闭坊室？这是那日城西坊门值守记录，虚实封门，所有进出有名册，没有裴承安，也没有你。你若还想把罪推给裴家，就编得严实些。圣上口谕，押宫女入宫。安国公程陵渊即刻觐见。老太君免跪。谢陛下。80岁的人了，还要绞尽朝堂争等，老太君不怕晚节不早？我都80了，最不怕的就是晚。程陵渊，你说裴家构陷你，今日人都在，说苏清玉本就是裴彦慈的外室，他与侯府有私怨，证词不足信。所谓钱庄账目，账房也是侯府抓的人。至于南疆证词，路途千里，谁知真假？说完了。老太君有何指教？第一，钱庄真正东家是谁，不靠裴家说。户部有伤及备案。回陛下，承继钱庄3年前更换东主，受日契书的担保人是安国公府长史。第二，南岭黑沼毒源近5年是谁收购？药材行有流水。已经核实，收购人使用假名，但每次结银均从安国公府外庄支取。第三，你说苏清怡与裴家合谋，可他诱骗我孙子退婚，险些把裴家送进大牢。若这是合谋，我裴家图什么？那就问他。民女愿以性命担保，所言句句属实。你师父当年就是不识抬举才。程国公，孟玄一怎么死的？我们刚才可还没说。果然是你。本宫只是听说。够了。陛下，庄中发现炼毒器备，
南岭药材、赤谷半成品以及一本案账。念。承熙7年入宫县银500，承熙8年加量1次，承熙9年加量2次，承熙10年冬除裴府。承熙7年是朕第一次病倒的那年。你是朕的舅舅。陛下，臣是被人陷害。那慈宁宫的宫女，也是别人塞进太后身边的。姐姐不知道，太后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臣一人所为。你终于肯认了。臣只是想替程家留条后路。陛下重用旧勋贵，程家早晚被压死。所以你就给皇帝下毒，再拿我裴家300口电路。裴家挡了路，就该让。这句话我记下了。一个老妇，你能如何？我不能如何，可国法能。来人，摘去程林渊官服，押入天牢。安国公府全族待审。太后禁足慈宁宫，此案交大理寺刑部督察院3司会诊，任何人不得求情。遵旨。老太君，郡主今日帮了裴家一把。我只是抓了一个送毒汤的宫女，抓完一步，圣上若再喝一碗，谁也不知道结果。那您准备怎么谢？景恒，孙儿在。你欠郡主的桂花糕欠多久了？今日就去还。别跟你大哥学，欠着欠着，欠出一场灭门祸。祖母，安国公程林旭谋逆，毒害君上，判斩。涉案主犯依法处置。程家产业空宫，余党流放。太后禁足慈宁宫，终生不得干政。终于完了。苏青云呢？圣上念他主动作证，献方解毒，免死。按您的意思，3日后由官差护送出京。他说想回南疆给孟神医礼碑，让他走。还有事？裴彦慈在府门外，从天亮站到现在。老太君，要不老奴让人给他搬个凳子？站都站不了，还回来做什么？让他进来。先别磕，你以前磕头最会挑时候，犯错前不磕。饭完了，磕得比谁都响。祖母，孙儿知道错，知道哪儿错？错在自以为是，错在觉得自己重情就比规矩重要，错在没查清一个人的底细，就敢拿整个家替他担保。还有，错在把祖母和母亲的宠爱当成理所应当。失去裴家之后，孙儿才知道，从前别人敬的不是我，是我身后的侯府。还有，我还错在迁怒景恒。他什么都没做，我却差点打他。这句我听见了。大哥，你还肯叫？族谱没写你，血缘也没断。行了，2个大男人，别在我这里哭成一团。我问你，想回来吗？不是回侯府吃白饭，祖母，是把名字重新写进族谱。有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世子位从今以后都是景恒的，你死了这条心。孙儿不要。第二，你以后跟着景恒做事，他让你查账你查账，让你跑腿你跑腿，什么时候他说你能独当一面，你再自己领差事。好。第三，婚事我管，听祖母的。这么痛快？孙儿这辈子再也不敢说自己眼光好了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以后做任何决定先问一句，会不会害到无辜的人？若会，就算你觉得自己有1万个理由，也给我停。孙儿记住了。图谱，笔，逐出去的时候是我划的，写回来也得我写。别哭，青砖真让你哭湿了，还得叫人擦。你来了。来送你最后一程路，不是送你最后一程人。恨我吗？恨过。现在呢？你骗我是真的，救我也是真的，你差点害死裴家是真的，后来帮忙扳倒程家也是真的，我分不清该怎么恨。那就别分了。你回南疆后，好好行医，别把仇恨当全部。别再为女人把家丢了。不会了。
苏清渊，这一别，我欠了。不欠了。大哥，松一点。新郎官腰不能塌，喘不过气了。这就喘不过气了。待会儿拜堂可别站不稳。大哥，又怎么？谢谢你回来。今天不许煽情，祖母等着喝媳妇茶。祖母，请喝茶。好。景恒，孙儿在。这世子位你坐稳了，往后别学我，什么都自己扛。我会替他分一半。那剩下一半呢？我干。去查军仓账，现在就查。这一年像做梦一样，梦醒了，日子还得过。祝祖母活100岁，看曾孙绕膝。大哥，80岁都能先回裴家的天，再活20年有何难？都看清楚，这不是拿来给你们炫耀祖宗的，他是提醒你们，名字写在这里，就得对得起身后的人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走，回去吃饭。是，厨房特意留了您爱吃的桂花糯米藕。喜欢吃就多做2盘，这点钱我还是有的。你有钱？